Hello， 这里是校园真友。那么我们后面的这几个小技法呢，就稍微的可能比较针对性一点了。前面呢感觉都是在这个前摇后摇那里玩啊。那么第4个呢，我们来讲的是触发。在动作设计里面呢，有很多个触发动画，比如说爆炸呀，或者突然变形啊，对吧？或者一个动画突然切到另外一个动画呀。好，那么此次呢，我给大家演示的是，就是我们上节课做这个弹跳动画，把它做成触发动画，触发然后出现一个动力学的效果，让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动画相接在一起啊。在动画设计里面，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直白的触发的一个参考样片。那么这是 Roda 这位工作室非常非常厉害啊，他给 Fox 做的一个像一个南部包装的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看到刚才那个案例是不是觉得非常有趣？他就通过触发那个遥控器，就直接切换到了另外一个角色的动作，然后他都用同样的手法去触发这个遥控器，然后就这样子相接。其实呢，在这个原理上呢，其实这是剪辑上的一个原理啊。剪辑呢，你可以用一个前摇镜头和一个结果镜头，两个镜头就可以相接在一起。只要你任何两个镜头前面这个镜头都是一个预备动作，然后呢，后面这个镜头呢都是这种结果性的动作，他们两个就一般都能接得在一起来。我给大家看一些例子就知道了。Is much. 那么咱们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由一个弹跳的前摇镜头然后还有一个动力学的结果镜头所组合而成。那么弹跳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方块的弹跳的技法一模一样，是把这个方块弹跳技法呢作为这个触发器一样的，然后我们再触发一个我们的动力学的这个动画，可以看到它触发的这个结果呢，一定要跟你们前摇镜头是符合逻辑的。比如说这个小球往上砸的那一瞬间，那么它正好动力学的效果就反弹出来，那么这个砸下去和反弹本身两个动作就是给人逻辑上是直觉就是对的，对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的相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两个镜头把它接起来。当然我在这个 CD 里面我就在一个文件里把它做出来了啊。当然你是可以用两个镜头这样做的，这方面你去整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 CD， 我们先把前摇镜头给完成。好的，我们来到老伙计 CCD， 同样的我们新建一个方块。如果呢我们要实现往下砸的动画呢，那么肯定物体是要往上，在上面对吧？我们不这么复杂，我们不砸3次，我们就一次从上面直接往下砸。好，先做简单的，我们再把它复杂化，这样方便大家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砸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在空中，好，然后呢我们控制下它的 Y 方向的这个动画，对吧？所以我们 Y 登记一个关键帧，然后把时间轴随便找一个，然后改为0，那么它就形成了我们的往下落的动画。那么大家该怎么判断，怎么去调曲线呢？那怎么样往下落是自然的呢？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做的这个弹跳的动画，就这个物体弹跳到上面，然后它这里速度变为0，然后再加速下来。弹跳动画的曲线是这样子，加速度，然后速度慢慢变为0，然后再慢慢加速的下来。其实我们这个下落的动画只有后面这一半。因为我们已经在顶峰了，对吧？所以我们只要需要一个这样的曲线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按住 Shift F3，我们看动画曲线。好，我们就需要一个
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把柄呢往上抬一下，它是一个慢慢加速的过程，因为在现实情况中啊，你把物体往下落，它由于重力加速度呢，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它的速度呢应该是以指数的方式向上增长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弧度的。我们把它往上拉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诶，好，但是这个时间可能太长了，我把时间收缩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让大家你随便找个时间把这关键先打好，然后你在播放动画的时候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没关系，你往这边挪就好了，把时间缩短点就行了。来看一下，哎，好，感觉时间还有点短，我们再拉短。好，这里也可以稍微的微调一下，再的微调一下，那么就形成我们的下杂动画了，嘣嘣啊，比较简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个镜头做好以后，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比如说一个反弹的动画，把两个镜头相接。接着我们就来试一下我们的一个后摇动画啊，后摇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就完成了，我们把这个物体往下砸到这里，然后就让它消失掉，然后再接另外一个物体。那其实我是在一个工程文件里做的剪辑。当然，你可以做两个不同的镜头，然后到 Premiere 或者到 A 里面去剪，但是我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就直接在一个工程文件里面把这个东西一起做出来啊，让大家方便理解。好，那么它从这里落到底下的时候，我就让它消失掉，就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剪辑掉了，好吧？那么在14的时候，打个关键帧啊，找到它这个可以控制消失出现的位置，登记一下，到第15帧让它消失掉 ，off。好，那么它就砸下去瞬间就没了。那么在15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接一个反馈的动画，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动力学，让去接一个，它是物体反弹，或者你直接手 K 一个反弹都可以。好，比如说，我随便换一个图形啊，我换一个这圆锥，在15的时候，我让圆锥往上反弹。好，反弹，我们先登记一下它的 Y 方向的，然后呢，我们再移一下，随便往上反弹。好，我们看曲线。那么它反弹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加速，对吧？因为它的被砸的力度特别大，非常快的加速，然后再慢慢减速。好，那就会形成一个这样子反弹动画。我们一起播一下。好，感觉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物体，就以这个动画的方式把它接起来。当然，这个圆锥我 K 的有点水啊，所以有点不好看。当然，你可以优化一下，但是我就不具体再优化了。我这个意思就是给大家说明，你前面的这个前摇镜头的动画逻辑，跟你后面配的这个镜头的两个逻辑，只要是相接的，两个镜头就能接在一起啊。好，那我们还是做我们的动力学的例子，因为动力学的话，它可以用电脑完全模拟这一套物理流程，就不需要手动去 K 的那么准确了。好的，我们先把这个圆锥给删掉。好，我们回到之前这个方块。那我们先直接把我们的后摇镜头给完成好，因为我们这个前摇镜头其实已经是完成了，就是往下砸，对吧？这个触发器已经做好了，只是触发器做的好不好看、漂不漂亮，我后面再去优化。现在我们就直接做我们的这个动力学的内容。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只看15帧后面的内容呢？因为你每次播的话，前面的动画都会再播一遍，对吧？那你可以把这个改成15，那么你前面的动画就不会播了，就直接从第15帧开始。那么感觉画面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吧？好，我们来做那个动力学。因为我特别喜欢打游戏，所以我就用那个 PlayStation 的一些 logo 哦。那么我这里 PlayStation logo 也是蛮容易做的。首先它有个圈是吧？有个圈，还有一个方块。有了方块，还有一个三角形是吧？三角形的话，它是 n side， 你点一下，把 n side 就是多边形，把它改成3就是三角形了。然后还有一个三角形、方块、圆圈。我看一下我的 PlayStation 手柄啊，还有一个叉啊，叉的话你得自己画，你可以按下键盘鼠标中键啊，在这个 front 是那个视角呢，再按下中键，在这里画个叉就好了。我们选择钢笔工具，我们在这里点一下，然后按键盘上的 ESC 键，确定，在这里再点一下
等一下，好，那么我们这个插件完成了。好，我们这个 PlayStation 的几个手柄的那个 logo 都有了。接着我们就需要把它们大小都归成一样大的。现在大小的话有一个三角形不是一样大的，我们把三角形可能呢把它的大小改一下，稍微放大一点，可能得稍微旋转一下，让它这样子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那么它就是以世界为坐标，这样的好操作一点。那再旋转一下，放大一点。好，差不多大就行了。好，我们三角形也有了。那我们怎么把这几个图形呢变成模型呢？很简单，我们找到这个 Sweep， 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让我们找到这个方块，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好了。然后把这个方块呢，把它变小一点，比如说只有100啊，这是叉子，我们把叉子已经做好了，是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出来这一个，把下面这个删掉，把它替换一下就好了，那就有三角形的，再替换，再替换。我越说到后面就越不会讲那么基础了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基础的内容啊。那么我就每个都替换，那我们就有了这么多实体的 PlayStation 的 logo 好，然后呢，我们要做一块地，不然的话它动力学它要反弹，对吧？做块地放大点，然后呢，我们把这几个物体把它放上面来一点。现在感觉它有点大，我们把它缩放一下。缩放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直接缩放这些数值就是它这个图形它的粗细是不会跟着缩放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缩放是选择这个 Sweep 缩放，这样它就会一同缩小了。好，缩成这么大差不多。接下来我们就去玩动力学了。我们把这几个物体可以先把它横过来，导到这个上面。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板子上方。接下来我们就设置一下动力学。我们首先找到这个板子，把它作为一个墙面那么在 CD 里面怎么把物体做墙面呢？你找到 Simulation Tag 里面有一个Collide Body， 就是说这个物体它是很硬的，基本上不会动，像墙一样硬，你就点了这个，它像墙了。然后你把这几个物体就是我们要动的，右击选择 Simulation Tags， 然后找到 Rigid Body， 就是钢体。钢体意思是说这个物体是很坚硬的，它不像棉花糖那么柔软。那我们找到这个 Rigid Body。好，我们现在播放一下，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是肯定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没有给任何力，对吧？你把物体放在地面上，本身它就不会动那么我们怎么去给力呢？有个办法是比较直接的，你把这几个动力学的标签都选中在这个动力学里面有一个叫 Custom Initial Velocity， 就是说自定义初始的速度，就是自定义初始给它一个力这个是最直接的，你点一下。那你可以在 Y 方向给个力，比如说给2000，它就会那肯定 Y 方向的是不对的。那我们找个正确的方向 ，X 方向2000，我每次都这样试，看哪个是对的。也不对。那我们找它，那就是 Z 方向2000。好，对的。好，那它就这样子受了个力受了个力弹起来了。这是一个给力的方式，但是我个人喜欢有种最讨巧的给力方式，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关掉，我把这几个物体放在一起，然后我没有设置任何初始速度速度是关掉了，你把它播放一下，它就会自己弹开就说这个 CD 动力学很有意思，当你把几个动力学东西镶嵌在一起的时候，你一播放，它由于镶嵌在一起的时候，物体之间会产生这个排斥，它会给一个非常大的力，所以就每次这样子的方式去给一个力，但是这个方式给的力呢，它就有点太猛了，像它飞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控制一下它的这个运动范围。我们把这个几个动力学标签都选中，我们找到
force 就是这个力度，它有一个 follow position 和 follow rotation， 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说你可以在物体之间形成一个虚线一样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绑在一起，它就不会飞那么远啊。比如说我把它改成1，哎，它这个物体就像有绳子牵着它一样，它不会飞那么远。哎，改成1，哎，好像可以哦。那我们可以再改一下，比如说改成1.5，力度越大，它就你看它就牵的越大，但1.5有点多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微妙，你不要一下子改特别大，你改成10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动了，是吧？非常微妙。那1.1吧，这个旋转也是1.1，别它转太猛。哎，好，当然这些物体的这个穿插，你可以稍微自己再调一下。哎，这些物体的穿插，我们改成线模式，看得清一些。穿插你可以稍微让它稍微叠一下，是吧？哎，感觉这个绳子牵的有点猛，把绳子的数值改小一点，比如说0.6啊，这可以。嘿，好竟然还立起来了，可以吗？厉害，0.5。我觉得这样子还不错，就是比较微妙的是吧？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弹跳的形态，你可以自己去设置，比如说你可以再移动一下是吧？那么它弹跳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哎，比较微妙啊。你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的弹跳方式好了。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哎，它弹的速度有点慢是吧？整体这个动力学模拟好像有点缓慢慢的。我们可以把动力学进行加速，那怎么加速呢？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Ctrl 加 D， 好 ，Ctrl 加 D 呢，把这个 Project 项目调出来，我们找到Dynamics 就是动力学，它动力学的有个 Time Scale 就是它的时间伸缩，它默认是100，就是正常的时间伸缩。假设我要这个动力学整体都加速，那我们可以把这个100变大，比如说加速1倍变200，那么它的速度就变快了，是吧？变快了。当它变快的时候，你还可能要去再设置一下咱们的这个绳子啊，这绳子0.5可能有点大了，0.2，看一下，哎，这样感觉还不错，是吧？好的，那假设先这样，我们动力学的部分就假设先这样子已经完成了啊。当然你要去设置一下这个范围，现在的话，它这个所有物体都排成一列，有点不好看，你可以把这个稍微错开一下。这物体，哎呀，错开有一点坑爹，这个碰运气的有点啊，哦，我再调一下 ，Ctrl 加 D，200可能有点多，150，这反复调试，大家可以看，是吧？当你把这个调小了，你还去调一下这个绳子的力度，这个 follow position 是0.2、0.4啊，这样子反复调试，你就调到你比较满意为止。0.5吧还是？嘿，好，那就先这样。0.5还有点多，0.6，嘿，0.6可以。动力学的部分就完成了。那我们把这2个动画呢，就前面做的这个下闸的前摇和我们的这个动力学的后摇镜头接在一起，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们首先把这个15改成0，把它归回来。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加 F3，把动画窗格调出来。我们找到之前的这个方块，拖进来。好，那其实它就是在第15帧消失，对吧？所以这些物体啊，我们这个动力学这个物体，那应该是在第15帧的时候让它出现就行啊。那我们找到第14帧，先打关键帧。他们应该是先看不见的，是吧？先看不见，先看不见，打关键帧。到第15帧的时候，就这个方块砸下的时候，它才出现。好，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在第14帧的时候，或者在第4帧之前，动力学都是没有打开的，是吧？开始都没有动力学都关掉，走到这里，它是默认是打勾的，你把勾关掉，再登记关键帧。到第15帧的时候再打开动力学。好，那么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倒计时5帧的时候，我们动力学的物体就出现了，并且执行动力学。我们来播放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玩的事情发生了。砸下来，嘣，哎，发现砸的位置不对，是吧？那我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移一下，移到这里来。哎，感觉两个完全不相关的镜头，或者两个完全不同的镜头，就这样子结合在一起了。当然，你还可以要调一下动力学，它这个翻的有点猛，是吧？我们再进行微调一下。动力学有一点点玄学啊，因为它是靠这个电脑模拟出来的，所以你要去进行进行调试吧，这样的话才能调试出你最喜欢的。啊，我们 Ctrl 加 D 把动力学的时间再缩短一点，比如说130，看一下。哇，现在这个翻的有点猛啊，感觉。那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 follow position， 让它绳子再拉的有力度一点，让它别翻这么猛，0.8，看一下。这个翻得太猛的话，我估计它的位置也有点原因啊，把它位置可以稍微错一下。好，就这样吧，觉得也挺有意思啊。所以你每次做一次，它肯定都不一样，因为动力学它模拟的就不一样，是吧？你位置稍微有点变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最基础的，前摇镜头配后摇镜头，真的就完成了。看到两个不相关的镜头呢，就以动态的方式衔接在一起了啊，这动态设计里面经常常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完善一下我们的动画。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方块，它不是砸一下，它是嘣嘣嘣砸了3下，最后一下感觉是力蓄的最大，再往下砸的。这样的话使你的前摇镜头更加有意思，就不是这一下了啊。我们来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完善一下。好的，我们打开一下动画窗格，我们把这里面的所有动画呢，先全部都丢在里面，这样的话能看到我的所有动画。可能如果你打开动画窗格的时候，发现只显示了这个球的这个方块动画，而没显示之前的动力学动画呢，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Alt 加 A， 这样的话就能显示你的所有动画啊。像所有动画显出来以后呢，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说，我想把这个动画我这边总体移一下，中间要预留一个动画的时间来做我们的这个丰富的跳跃动画，让它跳2下之后，第3下的时候再往下砸，就嘣嘣嘣这感觉，就有种蓄力的感觉，而不是直接砸下来了。好，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操作，就是我们找到我们的方块动画，这是我们的方块动画。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方块动画呢，整体的往这边移一下。那么就是一开始砸，然后呢，它一开始砸下来的时候，到这里得反弹上去，再砸下来，再反弹上去，再砸下来，到第3下的时候才接这个动力学的这个模拟。那我们就这么设置下，好，我们直接这样 K 就好了。首先它砸下来的第一下，一瞬间呢，我们就马上要它抬上去，我们可以按照键盘上的 Ctrl 键，然后这样拖动出一个新的出来啊。其实我们就这样子画曲线就好了，就不需要再去打关键帧了，这样子把曲线画出来就好了。好，然后我们要调一下曲线，按住 Ctrl 键，这样子可以单独的操控这个曲线啊。那么它弹下去的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镜像的曲线，这边也是一个这样子的，是吧？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个小球弹跳的感觉。好，我们这边设置一下，这边也是调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反弹回来的感觉，对吧？好，我想的是这样子，它开始跳下来砸下来，反弹的高度呢稍微矮一点，然后呢再反弹一个特别高的，这样的话3次反弹的高度不一样，这样会有趣一点，不是3次都一样，都一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首先的话让它弹的稍微矮一点，矮一点的话可能在上面蓄个力，再往下弹一个最高点，再往下落。同样的我再画一个，画到这里。好，操控曲线，做出那种 U 型的这种感觉。按住 Ctrl 键，这样可以拖动啊。当然，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动画柄轴发现2个是分离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打一下，这里它就合在一起了啊。然后按住 Ctrl 键可以一起操控，那它就变成了，是吧？这样子可以弹跳一下啊。
感觉这个模拟的可能出现的有点太早了，我们把这个模拟的这个动画时间把它调一下啊，这都是模拟的这个动画时间啊，我们把它这边调一下啊，包括这里也是一起，这里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方块的消失动画，这几个要一起挪后面来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方块消失的动画好像有点早了，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它是跳到这个下面来了，我们把这个位置改一下啊，跳的位置改一下，位置提高一点。现在它跳到下面去了，把这个位置往上挪一下。好，看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同样的第3下再跳高一点，你可以直接复制咱们这个动画，按住 Ctrl 复制过来，就复制出来一个新的动画。啊，是不是非常快？直接这样就拖出一个新的出来了。然后这个呢，我把它搞高一点，把它调高一点。这里可能要去操控一下啊，操控一下这个轴，所以这个曲线是蛮形象的，这嘚嘚嘚是吧？这样能看得出它在跳。好，我们来看一下。1、2、3啊，那么这个3的话，其实有点早了，没关系，我们统一的把这个时间稍微缩一下，这边稍微挪一下，这里挪一下，有那味儿了，开始，是吧？这边还有点早了，把这边再挪一下。看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打开，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动画呢，是不是匹配了咱们的这个动力学出现动画？动力学出现动画可以再往前挪一下，把这边出现动画，好，看一下，并是不是弹3下比弹1下有意思？这样子，啊，好，接着我们就开始要优化咱们的这个弹跳动画，因为我们弹跳动画的话，现在感觉有点硬的，对吧？啊，其实你可以往下落的时候进行一个拉伸的操作，让它显得稍微柔软一点。接下来我们就专注我们的方块的一个拉伸的动画，我们找到我们的方块，好，然后打开我们的动画窗格和曲线面板。那么这个拉伸的动画呢，其实是它的一个缩放，对吧？也是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说过了，就是缩放这个 Y 方向。然后呢，它可能缩放的是以下面这端口往下缩放，而不是两端一起。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它坐标呢，把它归到它的顶部。这样的话，它缩放的时候就是以下方的这个面往下上下缩放。首先呢，我们把它给 C 掉，然后呢，我们把它的 Y 方向堆到它的顶部。好，这样呢，我们再 K 它的缩放呢，它就可以往下缩了，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操控一下，简单。一开始呢，它是没有缩放的，记录下关键帧。然后它可能到这里的时候，给了一个比较强的缩放，比如说拉到这里，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它到最底部的时候又回来。我们先看一下效果，非常奇怪，对吧？没关系，我们来调一下。我们找到我们的刚才做的这个 Y 的这个动画，这个 Scale Y 动画，我们看一下具体是哪里出问题了，按一下 H 键，它就能整体的显示出来。真正看，这里时候，它这里其实就缩回去了，对吧？缩回去有点奇怪，我们把缩回的时间呢，往这边，挪下试一下。感觉就是缩回的时候这个动画的问题。我把缩回的动画呢，我们再把它让它快点缩回来，就别让它有减速的过程。我们把这个拉一下，让快速的这样缩回来。
那么它缩的这个长度，我还想把它再缩长一点，你可以把它缩长一点，它就会。这个动画呢，也可以把它稍微拉一下，就会有一种拉伸感，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第一部分已经做好了，就是这样拉伸。然后我们到第二部分，它不是还有一个弹上来往下拉的吗？同样的，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但复制过来的时候要调一下，复制过来的时候，哎，它往上弹，它往上弹的这个时候，其实它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拉伸，到这里，可能拉的没那么高，稍微矮一点。还要快一点，就它非常快的就弹上来了，非常快的就弹上，非常快的这里就弹上来了，对吧？然后呢，让它马上归零，啊，这里再增多一下。挪一下，好，瞬间，然后归零，弹上来归零，是吧？其实咱们的这个弹跳的这个动画，其实就只有几帧而已啊，几帧给一个是速度感啊，这就几帧。当然，我还可能更喜欢的是用手画，可能会快一点，但这个的话用曲线也是能调的。弹上来，上去，然后呢？上去的时候，它又得下来，对吧？又得下来，下来的时候还是得给它一个拉伸的动画。其实咱们开这个拉伸动画有点点像逐帧动画里一帧帧给它操作了，就不像调曲线了，是吧？好，到这里，我们把这个曲线给拉一下。然后往下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拉伸的动画，是吧？然后到下方的时候，哎，又回来。当然这里也是要简单的去微调一下，由这来，是吧？就有这个感觉了。好，当它弹起来的时候，同样的，它不是要往下落吗？往下落的时候，再给它一个，同样的动画，下落给它一个拉长，然后归位，看一下，它这里是消失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点啊拉回来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动态弄一下。好，现在感觉最后那一下，感觉它动画有点慢，对吧？这个上去的动画有点慢，我们把它曲线稍微拉一下，让它，有一种，好，这感觉就对了，有一种这样加速的感觉。啊，这里还感觉有点顿顿的，再检查一下。顿顿的可能也是这个拉的这个速度不够的感觉，还有这边的这个速度再拉一下，这个高度还可以再拉高一点，
这可以拉到底部一点，让它速度很快的感觉，对吧？好，那么我们的把这个拉长的动画也做完了，但这个部分呢就有点像逐帧动画了啊。大家如果自己很难添加的话，你就按照我的这个步骤自己去把这个往上拉一点啊。其实这个是可以不需要的啊，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也是可以动的，只需要往下砸的就行。当你加了这个小凸起啊，它会就是它往上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拉伸，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自然啊。那我其实我后面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加一些这种拉伸，让它上来的时候是吧？上来的时候给它一个小凸起，跟这边一样。一个小凸起，它就有这个过程，咻就会有一个向上的动画。那么这里也是 OK 啊，这边就不需要了。这边最后这一下不是下来了吗？这一下最好落到底部啊。稍微改下这个动画，让这个动画落到底部。好，看一下，咻，这样就比较速度比较大。嘿，啊，好。这样呢，我们还可以再优化什么呢？好的，我们接下来检查和调节一些更多的细节。首先，我们来播一下我们的动画。播的时候发现，哎，到这里的时候，它又穿过去咱们的这个地板了。原因是由于刚才我们可能调了一下咱们的坐背轴，所以我们把它简单的修复一下。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看有这么多关键帧，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要盯准我们需要看的物体就好了。首先我们找到这个 cube 对吧？这方块，然后找到它们的 y 方向的坐标动画，哎，然后再打开这个曲线，然后把这个整体呢下方往上移一下，让它再下方一点，对吧？让它正好接触这个地面，哎，这样就是对的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再加点细节，比如说它砸下的一瞬间，还记得上节课的那个理论对吧？它可能会压扁一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K 一个，让它下的一瞬间让它有一个缩放动画，在这里有个缩放动画啊。我们找到这个cube 缩放还是 x 跟 z 方向的，我们两个打上关键帧，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把它压扁一点啊。比如说1.3，稍微宽那么一点。然后呢，它跳起来一瞬间再回来，其实就是那一帧啊，就加那一帧动画而已。看没？加那一帧动画，让它稍微瘪了一下，有个瘪的变形，这样非常有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加一帧，在这里打上关键帧。然后在这里给它加扁一点，1.3，再下一帧，让它回来，这就纯粹是一帧帧的在做了。现在这个地方，因为这种细节啊，很多都不是曲线所控制，都是一帧帧的添加的。哎，然后呢，我们再就可以了，就两个，1、2、3啊，对吧？就加了一个压扁的动画，让它更生动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微调一下咱们的动力学。现在我动力学啊，我想砸的时候，哎，看一下，感觉它跳的没那么高，对吧？因为往上力度很大，它就会弹比较高。我们简单调动力学的动画就好，把动力学全部选中。我们可以把这个 forward position 啊稍微改低一点啊，比如说0.6，让它跳的稍微高一点。我们再播放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给低一点，0.4，让它弹得更猛一点。我们还可以调一下动力学的速度，是吧 ？Ctrl 加 D， 速度是130，现在我们可以调成160试一下。嘿，这样就可能比刚才要好一点了，是吧？好，这个基本上一个大体的动画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有些小 bug 呀，可能要去完善一下。比如说这里这一帧跳了一下，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找一下，其实已经完成啊，现在就是修复一些小 bug， 跳一下，哎，0，啊，这个动画曲线也把它调一下，把它稍微的拉一下，好，这样就好了，对吧？大致的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案例觉得有点恐怖了，是吧？对于入门而言呢，这个是比较难的了啊。看到有这么多关键帧，所以一个比较有趣的动画呢，它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 K 帧的。然后呢，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常用的缓缓出，但是大部分呢有很多前摇后摇的动画相接在里面，所以就会比较复杂。关于这个案例呢，如果大家做起来比较吃力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可以反复练习前面我教的这些单体的动画，因为这个动画呢算把前面的这知识全部集合在一起了啊。好，那么接下来还剩2个技法，那后面的2个技法呢就较为简单了，一个是转场啊，还有一个是变形啊。其实变形呢，这个就是触发动画的另外一种演绎而已。你变形的话本身也是要触发才变形，对吧？啊，好，那么这个案例先到这里。